嬷，爹无能，没能保护好你。这乃是灵犀必须经历的结束。神尊，你付出了这么大代价，才换来了灵犀这一次历劫的机会。天族众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劫难。凭他的意志，希望他可以绝处逢生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这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不知道啊。这，哎呦，哎，娘！哎呀，娘！哎呦，张小姐，珍儿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娘，你可吓死娘了！快让娘看看有没有伤到哪儿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张儿，乖乖，祖母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来来，快进来。林大人，
女儿给您带回来了，林家最终躲过了这一劫，向您道喜了。大人，小女阿莫的尸首现在什么地方？尸首。林大人，今早京里传来了圣旨，太子的病让神医治好了。皇上大怒，不但斥责了贵妃娘娘，还斩了青天剑那个妖言惑众的妖人。至于你女儿的尸首，我们也没有找到。冯家和其他那几家的姑娘，今早都放了回来了。咱们这儿地处偏远，这消息来得慢了一点儿。隔壁县昨天晚上就接到了圣旨，您放心吧，以后再也没有人去抓你闺女了。林大人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这样吓死为娘了。上海，上海，老爷，上海，上海，你吐血了，不急不急，没事不急。娘，我没事。没事没事，你，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能出去呀！老爷，上海，人都已经没了，就你这身子。娘，儿子没能力保全这个家，保护好阿莫，我不能一错再错，让他就这么没了。他还在冰冷的水里躺着，我得把他捞回来呀！老爷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阿莫，阿莫，爹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啊？阿莫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呀！爹，你起来！你哪里对不起他？我差点要替他去死，是朝廷要杀你，你没被淹死，算你命大。你少说两句。娘。是爹推我下水。老爷，娘，
阿莫，你爹也是迫不得已，事儿都过去了，你就不要再追问了。墨儿，都是我们的错。祖母，为什么你们都要认错啊？闭嘴！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不是没死吗？老爷，都是你！要是没有你，爹根本不会打我。老爷，婵儿才是你的亲生闺女，她只不过是一个你捡来的弃婴。阿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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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姐，阿莫，神尊，灵犀的生劫是过了，接下来他要受的苦，也要靠他自己度过。是因是果，皆是一念之差。他天性善良，必能走出困境。
阿莫，快坐下吃饭。来，来，吃饭吧。啊。来，吃饭。吃吧。来，吃饭吧。吃饭。阿莫，起来。我从出生就什么都听不到，而且是一个孤儿。这是上天安排好的。爹，这世上因为有你，我一直快乐地活着。你教我读书、识字、学医、用药，所以，请你不要因为曾经放弃我而愧疚。爹，你是我最敬爱的人，我的心是不会变的。但我想，我决定还是要离开这个家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相信，这都是安排好的命运。我要学着走出自己的路。
三杯两盏，树叶映上心头，泪清风上后。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念不可求，满心无人懂，爱不知可否。忘了留恋的时候，最不能回头，扑空的双手，不忍回首，润雨又还休。若情的是情的猜测，人死当是否？一朝不舍，一生难得，为你放弃我所有。花开无言为君梦，白云成苍狗。一世埋愁，一世解忧，一世盼自由。就让回忆细水长流，随我入春秋。梦里厮守，梦外无忧，却往事回首，你人在身后。姑娘当真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姑娘此次治好了太子，还戳穿了歹人的妖言，皇上赐下重赏，要留姑娘在太医院。不知姑娘为何要推辞呢？这里不属于我，皇上赐赏方公子也是一样的。那如何能一样？在下无非是一路相随，不管是惩治妖人还是医治太子，均是姑娘一人所为，在下寸功未见。如今愧领皇恩，当真是心中有愧。公子无需介怀，公子擅长的是治国安邦之道。我虽能救一人，但不及公子志在安万民。姑娘此次怎会是救一人呢？当真去意已决吗？公子多番挽留，莫非是另有他意？哦，姑娘医术高超，冰清淡雅，在下不敢心存丝毫亵渎之意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觉得可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第一次见到姑娘之后，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若是我们真的见过呢？见过？什么时候？在下虽算不得聪慧之人，但记性却好。如果见过姑娘，必然不会忘记。很久很久以前。很久？是年幼之时吗？不可能啊。比这还要久。比如5万年前。姑娘真会开玩笑。方公子，若这世上有一颗药，吃下去之后，就能想起5万年前的一切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若真记起5万年前的事，我该何去何从？就好比脚下走过的路，纵有万般不舍，
也应该一路前行。没有路在前方，却频频回首的道理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岂不是辜负了此生？更何况，所谓真的有前生，真的想起那么多事，那现在的我，也就不会是我了。公子言之有理，那我先告辞了，珍重。这么巧，你不会是在这里专门等我的吧？说我就是在这儿等你一路前行呢。你可真够闲的，路有这么多条，干嘛非要跟我走同一条？还没被我赶够吗？嗨，你把我赶走了，我扭头再追回来呗，反正总能追上你。好啊，那你就继续追吧。哎，你等等我。神尊，出事了！怎么办呢？喂，你又喝这么多酒？哎呀，你别喝了！这小狐狸怎么醉成这样了？云峰上神，起来吧。上神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它搬进去啊？晌午了，太阳大了，它害怕太阳的。好，多谢上神。他今天喝这么多酒，你不管他？管什么？若不是还有牵挂，我也想跟他一样长醉不醒。灵犀的生劫过了，真的？他一定很难过。既是生劫，想来不会太愉快吧？但是你不要太担心，
我师兄一直在他身边守护着，不会让他吃太多苦。所谓凤凰涅槃，向死而生，等他经历过这一切之后，就会顺遂平安了。但愿如此。难受吗？知道难受你还喝那么多酒，你要不要吃醒神丸呀？你要不要吃醒神丸呀？在哪儿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摔坏了吗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怎么掉下来的？袁童的伤痊愈了。那他官复原职了吗？也不算。袁童以前是天宫战部的4大战将之一，是带兵的统帅。现在虽说是恢复了品级，但是没有官职，名不副实罢了。一个阶下囚，能逃出锁妖塔已是万幸，竟然还恢复品级，重回战部。袁家的气数还是未尽啊。这是天君亲自赦免的。青瑶，你可千万不要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的。天君照镜，这个是醒神丸，你先拿好，我去给你打水啊。袁童，启禀天君，就在前几日，山灵族附近有几个小仙逃出了众号的魔掌，来我天族求援。敢问天君，天宫可有接到山林国主的求援？天君不曾听过此类消息啊。启禀天君，臣倒有几种解释：要么山林国主利用自己的力量剿灭了叛匪，要么山林族举族被歼，无一生还；再者，很有可能是山林国主恨我天族杀了他的女儿，宁愿自己苦苦支撑，也不愿意向我天族示弱。不管是何种结果，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就不能当作无事发生。九臣，你带兵走一趟吧。是。九臣，山林国主对你怨恨已久，你此次去，如果他们真的需要帮助，你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，也可修复两族之间的关系。但如果他们要自行解决，你也不要贸然行事，以免让两族之间产生更大的误会。臣明白。两位，里边请。哎，来，这有座。两位请。
哎呦，客官，来坐。客官，吃点什么？先来碟花生米，再来碗面吧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客官，您的花生米，面马上到。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到了。看到，干嘛到我身上？哎呦，我眼睛看不见了！哎呦，我眼睛看不见了！我眼睛，您怎么了啊？哎呀，眼睛看不见了！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弄的啊？你看看你，我的眼睛！快拿水去！哎，好。公主，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？公主，我要在凡间待到什么时候？这么多天过去了，锦绣哥哥到底在哪里？属下还没找到过世。还没找到？你是废物吗？这么多时日了，你怎么还是一无所获？是属下的错，但国师法力高强，机警过人，恐怕是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。还请公主稍安勿躁，耐心等待。等待，你就知道等待。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靠你们，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？锦绣哥哥，宝清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我不需要。小，前面有村子，有医馆，
有衙门，我不需要。